苏九儿，乖乖做本王的妖妃，饶你不死。做梦！别硬撑了，你不是我的对手。苏九儿，我的好姐姐，别怪妹妹给你下毒，妹妹这是为了你好，与我一同侍奉魔龙大人，不好吗？你为什么背叛我？背叛？稀释魔龙大人的龙血龙精可以帮助我提存血脉，度过凶兽天劫。跟着魔龙大人可以获得执掌魂兽的权利，跟着你有什么？偏安一隅在这青丘等着雷劫劈死。大人，我这好姐姐坚持不了多久的，我的毒酒她全都喝下去了，对人家一点防备都没有呢，呵呵呵。很好，待将他收入本王后宫，本王定会奖赏。便宜谁也不会便宜了你！我苏九儿在此对天劫起誓，谁若能救我，斩杀你们这对狗男女！他日脱困，此生身心尽数托付于救命恩人，永生永世不离不弃。发誓，可笑至极，你太天真了，好姐姐。让他发吧，发破喉咙也没用的。天罡地煞，九霄神雷。这是天意。男婴吗？好吧。小家伙，以后你就跟着我吧，从天而落，来到凡尘俗世，以后你便叫做洛凡尘吧。也不知道这名字你喜不喜欢。苏姨，我回来了。凡尘，快去洗漱，今天是新菜式，看看合不合你的口味。好嘞。系统承不起我啊！堂堂狐族女帝给我做饭洗衣，一干就是18年，这说出去谁信啊？凡尘，你已年满18，该觉醒武魂了。你打算在人族这边觉醒，还是和我回青丘？就在人族吧，我怕在青丘觉醒太厉害的武魂，会让苏怡的族人自卑。真能吹牛！我不希望你多厉害，只希望你能平安快乐。魂武大陆，这是一个弱肉强食、强者为尊的世界，而只有觉醒出强力武魂的魂师，才能算上踏入强者道路。武魂种类繁多，不过魂师大多觉醒的都是兽武魂、气武魂，或是植物武魂。例如火焰、陨石，这些都属于特殊武魂。明天神殿就要来村子给你们觉醒武魂了，觉得自己会觉醒什么武魂？感觉不出来，不过明天就知道了。叮！天行健，君子自强不息。吓老子一跳！沉寂了18年的系统，竟然突然活了！宿主日夜苦修，自行修炼达到淬体巅峰，激发隐藏特殊奖励——天道酬勤。天道酬勤？是的。奖励宿主顶级功法悟性、欧皇体质、魅魔体质、逆田神元。我敲，筒子，你这也太逆天了！凡尘，你怎么了？啊，没什么。啊，
苏姨，我吃饱了，你慢慢吃哈，我先回屋了。系统，领取奖励。好的，宿主。师尊，那是一股特殊力量。咱们要去看看吗？你可是圣女，就知道贪玩。好吧。先帮你找到第4魂环，咱们再过去看看。好耶，师尊最好了。虽说修为没提高，但我能感受到我的体魄现在极其强悍。凡尘，你没事吧？没事。刚才你这屋什么动静？你真没事儿？苏姨，你感觉错了吧？屋里一切这不都是好好的吗？难道刚才真是错觉？苏姨，明天就是觉醒武魂的日子，我还得好好准备呢。你早点回去休息吧。好心当成驴肝肺。唉，看来只能老老实实做个凡人了。大人，那青铜柱不测了吗？测个屁！一直以来的规律就是武魂品质越高，觉醒时激发的黑曜石金光就越浓郁。金光1丈为最弱的1品凡级武魂，金光9丈则是传说中最强的9品神级武魂。你这觉醒的金光就是个3寸钉，还需要去测试品级？去吧，凡尘，我家凡尘一定能觉醒最厉害的武魂。放心吧。去吧。天赋不知如何，派头倒是不小。这，天哪，7丈金光了！不止于此。9丈了！这小子区区村民怎达9丈？皇室天骄都未必能做到啊！金光已是极限。你的武魂为何迟迟不现？对啊，9丈已是人类极致，武魂形态在哪？极限？谁告诉你这就是我的极限？你说什么？龙是龙类武魂，这档位格竟能压制我的武魂，竟能压制魂兽血脉，太不可思议！不好，凡尘快停下！这是禁忌武魂，触碰到上天不容的领域了。我非逆人，但天若执意断我修行之路，忤逆了这苍天之意，又有何妨？凡尘，行到水穷，坐看云起，给我破！大哥，怎么回事？这群龙系魂兽疯了！不可能，这座大陆怎会出现比龙神还准纯的龙族气息？不惜一切代价找到这气息源头。吾等遵命。放肆！大地息怒！来人，传令全国，寻龙类至宝，献宝者本地许3个愿望。臣等遵旨。谢谢大爷。
大爷早生贵子。我是乞丐，只是乞丐，也只能是乞丐。 2天之内，同一个方向，特殊气息都是一闪而逝，着实有趣。等银月吸收完魂环，是该去看看了。苏怡，可以了。你没事了？好在苏怡没事，衣服也没事，不然我要当众光坯子了。你呀，太莽撞了，9丈9金光就很好了呀，不可贪心。对，苏怡说的都对。这系统还算给力，不然刚才差点真被劈死了。而且系统还刻意帮我隐藏掉了武魂上的真龙气息，难道是怕我被什么老怪物盯上？你还没死？我应该死。神殿之士龙涛有眼无珠，求您宽恕，我真该死啊！这还是先前狂拽的龙涛大人。你起来吧，小人物有生存之道，但做人不能忘本。是，大人说的对。金光10丈，真龙武魂，未来盖世天骄，抱紧大腿必能飞黄腾达。大人，我已传讯神殿，很快就有大人来接您。有劳了，能为大人效劳是我的福气。对了，大人，咱们测武魂具体品级，金光不够精准。可以。求财武魂，天生9品，至强武魂。10品，竟然又打破了神话！天哪，凡尘的天赋竟恐怖到这般地步！破碎空间，这是大神通，定是神殿90级以上大人物专程为您而来。分殿执事龙涛拜见2位大人。神殿圣子黄岩，这位是巫师四供奉。竟是神殿圣子和四供奉。你传消息说这里出现了100年难遇的盖世天才，我和老师路过，便过来随便看看。这便是那位天作奇才，武魂觉醒，异象惊人，前无古人，后也恐难有来者。前无古人，哼，你倒是敢说。这龙涛在外面难怪混得不好，这圣子明显便是倨傲之人。你说我前无古人，这不是打他脸吗？禀告2位大人，这位武魂觉醒金光高达10丈，品级更是10彩10品，逆天神人之姿啊！不可能，你敢为此话负责吗？大人明察，小人不敢有半句假话。黄二，你信吗？老师，我不信。小子，释放你的武魂。来者明显实力强劲，若是太强硬会大亏。也罢，就让你们这些土包子看看小爷的顶级武魂。龙涛，这就是你说的盖世之姿。怎么是条小泥鳅？龙涛，金光10丈，10彩武魂就这？大人，我也不知道这是怎么了。虚假上报是死罪。大哥，你帮我解释一下呀，怎么会这样啊？难道是被天劫劈坏了？其实我有2个武魂。没想到这等穷乡僻壤竟有双生武魂，确实难得。不过也仅此而已了。双生武魂还不够强吗？天下公认最弱武魂便是植物，这青莲毫无用处，连藤蔓都不如，顶多当个治疗辅助。大人，不妨用青铜柱当场验证一番。不必浪费时间，双生武魂必定是2大武魂品级相近，这泥鳅哪怕龙威纯正，但与青莲共生，那注定只是废武魂罢了，不值得耗费资源培养。可是看见了吗？这才是真正的顶级武魂。大日烛照。这圣子的武魂虽然很强，但比洛平禅先前闹出的大动静，感觉有点小儿科了。
何须向乞丐炫耀金山？皇儿，你太着相了。走吧。小子，这龙血赠你，服用后什么造化就看你自己了，随手而为，不必感恩戴德。走了？就这么走了？你这武魂到底是怎么回事啊？可能是天雷劈废了吧。本该是盖世神级武魂，却沦落成废武魂，你都不痛心难受吗？哪怕生而蝼蚁又能怎样？切记不可妄自菲薄，命薄似纸，也当有不屈之心。我就是因为是平民出身而自卑，而他却……一个山村青年，竟有这等超凡心性，这等强者之心。丁，宿主意志坚定，自行领悟强者之心，激发隐藏特殊奖励燕雀安之鸿鹄之志，请领取奖励。领取。恭喜宿主获得万古最强兽武魂混沌祖龙。传闻混沌未开时便存在的史前真龙，龙族出祖，万兽之长。真灵寂灭后，机缘巧合化作宿主武魂，升级它，你将铸就无敌传说。受损青莲，传说中的神秘至宝遭受重创，受宿主气运吸引，成为宿主武魂。开发它，你将解密出特殊惊喜。奖励功法：祖龙吞天诀，真龙9变，一变一成天，9重天后混沌再现。其余奖励：一份羊皮卷。魂武大陆存在9处不为人知的神秘宝地，藏着关于宿主武魂的大机缘。这份地图就指向其中之一。哥，这俩武魂这么霸道的吗？请留步！我一直厌恶自己平民的身份，说是厌恶，不如说是自卑，不敢面对自己的出身。您刚才的话振聋华聩，点醒了我，让我找回了本心，多谢。你如今的修行速度比过去慢了很多吧？您怎么知道的？心思驳杂，迷失本心，如何能专心修行？肯定会慢。要知道，趋炎附势是生存之道，但不是强者之道。我辈魂师自当锐意请去，不然何谈破境？少年早成，这等悟性，惊世之才啊！师尊，他好厉害啊！此子大善，他还尚未修行，便有如此顿悟，前途无量。可是他的武魂，你为圣女，便不要如常人那般目光短浅。武魂还有机会靠机缘提升，但这等悟性天资，我看100万中无一例。师尊权倾天下，向来眼高过顶，可没几人能进他的法眼。今天竟然这么看好那个小哥，言尽于此，告辞。哈哈哈，我明白了，我多年的心结终于彻底解开了。感谢您的指点，此等大恩绝不敢忘。无需如此，我随口胡诌的。您太谦虚了。起来吧，我还是喜欢你以前桀骜不驯的样子。你恢复一下。对了，恩人，哪怕那四供奉和圣子看不上您，但我还是觉得您牛逼。神殿不留爷，自有留爷处。您可以去苍龙帝国的魂师学院试试，日后打他们的狗脸。谁说神殿看不上他？教皇陛下！你这坏家伙竟然认得我师尊！小人曾有幸领两过教皇陛下的画像。是你说神殿看不上他？没有，小人不敢。是四供奉和圣子大人这么说的。四供奉，旧时代的残党如何能评判新时代的天骄？啊！教皇根本就看不上四供奉，反倒是好像很看好洛凡尘。好一个神殿女教皇，就连最少95级以上的供奉都入不了她的法眼，沦落为旧时代残党。嘿，你不怕我师尊吗？为什么要怕？难道不应该怕吗？行得端，站得正，做事无愧于心。纵然女教皇亲临，又何惧之有？你就不怕老师对你动手？怕也是死，不怕也是死。那为什么要怕呢？而且我觉得两位若是想加害我，没必要说这么多，直接动手就好了。师尊，你说的没错，这家伙真的好特别，跟神殿其他男人不一样。光明神殿第11代女教皇帝微阳，你可愿拜我为师？我操，啥？收徒？我没听错吧？女教皇收他为徒，和双双等死的剧本完全不对啊！为什么？他一向都是这么勇的吗？可恶啊！
我有一种想咬死你的冲动。你知道想拜入老师门下的天骄英杰有多少吗？犹如过江之鲤。就算先前跟你气焰嚣张的圣子，也在老师门前苦苦跪求了3天，但是老师看都不屑看那家伙一眼。你要理由？是。本教广中意你，这理由够吗？足够。弟子洛凡尘见过师尊。洛凡尘，那四凤凤有眼无珠，但在本教光眼里，你很好。谢师尊夸奖。凡尘师哥，我叫白银月，以后叫我银月就好啦。叫我师哥，你不应该是师姐才对吗？哎呀，都差不多差不多，当师姐多麻烦，人家一直想有个关爱我的师哥。对了，那四供奉给你的龙血，赶快丢掉。丢掉？为什么？那老狗给你的是龙血不假，但这龙血是由龙类魂兽被虐杀后产生的怨气淬炼出来的，若是吞服了这怨毒龙血，不仅修行根基会被破坏，精神还要遭受怨气侵蚀。此物确为怨龙毒。够！这叫什么事？啊！咱躲都来不及，你这还主动袭上了，生怕哥嘎得不够快。你没事吧？没事，我好像莫名的还有点小兴奋。难道是传说中的武魂进化？竟能以怨毒催发武魂进化，哼！这武魂果然没让我失望，明显比先前威武了许多。师尊，小师哥的武魂竟然可以进化！凡尘，你这武魂蕴藏很深的龙威，潜力位格绝对不低，就是还不知道智灵吞噬龙族血液进化，还是吞噬其他能量也可以。这武魂是今天才觉醒的，弟子也不知道。这样吧，你今日先回家中和亲人道别，明早我在这广场等你，带你外出修行，到时候便知道了。好。凡尘恩人，点醒之恩绝不敢忘。我就在青城光明神殿分店当差，有需要我帮忙的可以直接来找我。好，那在下便告辞了。狗供奉，给小爷等着吧，迟早收拾了你这条老狗和你的小狗。苏怡呢？他怎么先走了？爹，我想不明白，你想杀了那小子，直接出手便是，为何还要浪费一瓶怨龙毒？你懂什么？杀他一个人固然容易，但其他人要不要杀？倘若杀了在场所有人，势必会引起神殿追查，而分店那边是知道咱们来过这里的，依然有可能存在麻烦。给他怨龙毒，既在平民面前展现了你我的仁慈大方，又能无声的除掉他，何不美哉？一个觉醒废武魂的蝼蚁罢了，就算让他苟活于世又能怎样？您又何须理会？你又怎知今日的蝼蚁，来日不会因为特殊机遇成为名震天下的强者？就凭他也配？爹，您太高看这些山野村夫了。言儿，你嘴上可以蔑视敌人，但心里必须要重视一切敌人。是谁？是谁敢如此大胆？可惜没炸死你俩。请求女帝，你找死！苏怡去哪儿了？总不能是不告而别，抛弃我这没用的小老公了吧？我真笨，苏怡肯定是有事去忙了。魂武大陆9处神秘宝地之一，还藏着关于我武魂的大机缘。这地图勾勒的山川河流倒是清晰，可我一处都不认得。你去哪儿了？怎么才回？哎！发生了什么？是谁将你打伤的？没关系，别太担心，姨不碍事的。都这样了，怎么会没事？臭小子，姨知道你心疼，只是现在的你还没有能力做任何事，况且对方比我更加狼狈。我知道了，走吧，扶我进去疗伤。是不是四供奉和黄燕？对，那四供奉年岁凿过百，乃是神殿长老退隐下来的，享用资源无数，说是整个人族的巅峰战力也不为过。姨虽是狐族妖帝，但实力自然是不如他的。
所以姨偷袭了他们，将他们狠狠地阴了一顿。可你这伤势……太想斩草除根，在最后被四术度也阴了一下。不过我跑得快，只是轻伤，休养一段时间就行了。姨你放心，我一定跟着女教皇好好修炼，待我学成后，替你也替我自己报仇。好，姨等着。对了，凡尘，你如今拜女教皇为师，有人护着，我也就可以放心的走了。什么？你要走？我毕竟是魂兽，人类世界终究不是我的归宿，而且我预感到我的50万年凶兽天劫要来了。天劫？如今你已经觉醒武魂，是时候好好跟你说说关于魂师的事情了。魂武大陆人类在16岁之前进行淬体，打造体魄根基，16成人后便可觉醒武魂，便可成为一名魂师。初次觉醒武魂，所有人魂力进阶为1级，称为魂士；11级为魂师，也可称作1阶强者；1阶为10级，1阶到9阶强者依次为魂师、大魂师、魂尊、魂宗、魂王、魂帝、魂圣，称号超凡。那四供奉和女教光便是9阶超凡强者，可以破碎虚空。但9阶超凡强者之间实力差距也极大，毕竟91级和95级可不是同一个概念。那你是什么等级？我大概相当于人类95级左右的强者吧。魂兽修为是看年限的，大致分为100年、1000年、万年、10万年。10万年魂兽相当于人类91级强者，出道10万年，他会面临一个兽生重大抉择。什么抉择？10万年魂兽需要考虑是继续以魂兽之身修行，还是借机彻底化作人类之身，从头开始修行。如果以魂兽之身修行，每10万年需要经历一次天劫，九死一生度过变生不过就，飞灰烟灭。而我选择的便是此道。对了，姨，你刚才说很快要面临50万年天劫，那你不会已经存活了50万年吧？你礼貌吗？魂兽年限相当于你们人类的等级划分，而不是存活的年头。我是在母亲庇护下修行，偏安一隅，隐世不出。具体修炼了多少岁月，我也不清楚。反正我很年轻。是，苏姨很年轻。大体的都跟你说差不多了，很多细节就等女教皇教教你吧。对了，你帮我看看这张地图。你怎么会有这么详细的魂武大陆地图？还有，这不是通往我家的路线吗？什么？通往你家？不就是指向你家吗？干嘛这么震惊？不就是，青丘乃是我天狐一族隐居之所，除了天狐一族，无人知晓青丘方位，而你这地图标注的清晰明了。而且这地图路线不仅通往青丘，最终目的地更是我青丘禁地。青丘禁地？你是自己人，告诉你也无妨。那青丘禁地据说封禁一个可怕的存在，不允许任何狐族之人踏入。就没人进去看过？没有。这地图对你很重要。很重要。行，那等我回青丘，想办法去查探一下。注意安全，实在不行就算了。我自有分寸。好了，天色不早了，不打扰姨休息了。去吧。丹田内刚才只有1道气旋，如今又增加了4道气旋，不知道这样意味着什么。但应该是好非坏，我气力、精神明显比修炼前强大了数倍。这祖龙吞天诀果然玄妙特殊。魂武大陆，等着小爷的降临吧！
村长，您和大家这是？大家知道你要走，都来送你。凡尘，谢过大家多年照顾。好孩子，这是大家一点心意，你收下。村长，这是？左边是大伙凑的钱，右边是我捡的黑石，刀劈斧砍都没刮痕，你应该用得着，务必收下。去吧，别让大人物等久了。村长，好。早上好啊，帅气师弟，看你人缘真不错，这么多村民送你。有富而不自傲，善待弱者，赢得民心，这很好。他俩明明刚来，却像亲眼看见了村口的情景。咦？怎么了，师尊？师弟有什么问题吗？你突破了。师尊，师弟突破不算大事，不至于让您如此意外吧？确实不算大事，只是一夜连升9级罢了。连升9级？不可能吧！连升9级！凡尘，你释放出魂力气息。这也太夸张了，师弟，你不会是嗑药了吧？他身上没有灵药残留的气息。我当年觉醒后，一夜也只是连破5境罢了。哼，那4重福圣子要是知道师弟竟然有如此天赋，估计要后悔死。他们不会后悔没收我为徒，只会后悔没挥手灭了我。师弟加油，争取陪师姐暴打圣子和4供奉狗头。冒昧问下，你一个神殿圣女总说暴打供奉正子，这像话吗？哼，这俩狗东西，一个算计师尊，一个想娶我，没一个好东西，真当我是傻白甜。看来神殿也不是铁板一块啊。当然啦，有权势利益的地方就有斗争。不过师弟，你没人指导就敢自己瞎修炼，真的超勇哦。我就是把外界的灵气一吸，本来我还担心哪里练得不对，现在听师尊和师姐一说，我就放心了。凡尘，前天和昨天这附近2次地洞洞，应该都是你引起的吧？是的，第一次一道金光进入我身体了，没感觉；第二次觉醒武魂被雷轰的时候，感觉很痛苦，但事后身上竟然没有损伤。有趣。师尊，劫雷入体，师弟不会有事吧？没有什么隐患，你师弟身体状态很好，甚至远超常人。那他这2次异象是怎么回事？第一次我猜不到，但第2次应该是这武魂太过于逆天，所以才引来雷罚。师弟，让师姐再看看你的武魂呗。每个人都该有自己的机缘和秘密，不可多问，不可深究。走吧。师尊，咱们去哪里？本来打算先给你讲解基础的修炼知识，再开始修炼。现在的话，需要先带你去获取属于你的第1个魂环。这么快？不然呢？师弟，这里是东方绿洲，魂武大陆最大魂兽聚集地。我前几日就在这儿获了第4魂环，这次轮到你了。这规模能叫绿洲，比上辈子一个国家还辽阔。师尊要带咱们去绿洲外围捕猎。内围、外围有什么区别吗？外围是100年、1000年级魂兽，内围最弱万年，核心有8大魂兽帝王，远超10万年。都有哪些帝王？如今该是7大魂兽帝王。老八3头魔龙消失10余年，人类高层怀疑他早已陨落了。那3头魔龙不是40万年级凶兽吗？谁能不声不响将其斩杀？不会吧？不会是我当年砸死的那头大冤种吧？魂师每10级都需吸魂环突破，100年黄、1000年紫、万年黑、10万年红，还有魂骨更是至宝。只有10万年魂兽必出魂骨，其他的几率万中无一。铁背苍狼。凡尘，你去。好。师弟，这铁背苍狼是200年修为，魂势巅峰，你不害怕吗？师尊让我上，自然有上的道理。而且我在村子时常上山打猎，早就习惯了。师弟小心，他是200年修为的魂兽，别大意。师尊，您上来就让师弟对付200年修为的魂兽，是不是太急了？他万一应付不来怎么办？放心，我只是试试他的底线，有我在，不会出问题。师尊，他这也太夸张了！这师弟眼光毒辣，攻击刻意避开了苍狼最坚硬的头部和背部，硬的不搞，专挑软的下手。搞定了，师尊，这家伙确实比村里的普通野兽难对付。你管这叫难对付？身上一点伤都没受哎！我以前上山打猎都是秒杀的，现在太吃力了。感情您的吃力就是指无法秒杀，这什么鬼才逻辑？你底子扎实，战斗经验足，淬体达巅峰，虽无技巧，却远超常人。你若不是无技巧，我都怀疑你被强者夺舍过。
你应该已达淬体巅峰，未来你会知道持续炼体的好处。弟子知道了。莹月之前说的不够具体，为师再补充一下。魂师获得的第一个魂环吸收极限一般在400年，超越这个年面就有爆体的风险。如何确定极限？通过战斗，不借助外物，你能战胜多强的魂兽，就能吸收多强的魂环。我本想借那只苍狼探探你的底，若根基不牢，便要先打磨根基。我的弟子第一魂环必须是400年的，要铸就最强根基。第一魂环有没有可能超越400年？不乏拥有特殊机缘的天才，可以打破极限。从古至今，有记载的第一魂环最高年限是600余年，才多200年，那也没多很多啊。200年还不多，这可是多出一半。魂环极限多突破1年，负荷都像地狱煎熬。那就是第一魂环年份越高，未来上限就越高。对，比如第一魂环是10年白色的，这辈子都别想突破20级。那我在10级多耗些时间炼体，打败700-800年魂兽，就能吸收超限魂环了。要么有特殊机缘，要么突破下一个境界，所以该突破就突破。天赋好的人，第一魂环300年在顶尖势力便算是天才，400年便是莹月这个层次。观你的修行速度和战斗表现出来的肉身强度，我认为你可以挑战极限，有机会超限达到500年。至于600-700年，师弟，因为你一上来接触的就是我和师尊这个顶尖层次，等以后接触外面魂师，就知道你多特殊了。原来如此。走吧。不好，师弟你快控制武魂停下来，要是附加这200年魂环，你的天赋就浪费了。来不及了。这也不是附加魂环的动静啊！师弟这武魂竟然真的可以持续进化，而且这进化的速度未免也太快了吧！有趣，世间竟有此武魂。师姐，你说什么来着？你这武魂可以不断进化，潜力何等高！第一魂环只附加200年的太可惜了。没有，我没感应到魂环啊。你看，这是我的9品顶级武魂太阴幽莹，已经附加了4道魂环。确实没有，那魂环应该是被我这武魂当养料消化掉了。怎么可能？魂环只能附加在武魂上，而无法被吸收成个人力量，这是公认的啊！凡尘的武魂确实还没有附加魂环，武魂内部没有那铁背苍狼魂环的气息。真就把魂环当养料吸收了？很多妖孽生来就是打破常识的，你是圣女，要稳重。我操，女教官不会把我当邪魔歪道扼杀吧？师弟，差点忘了，你这武魂不仅能吸收魂环进化，还能吸收血气呢。走吧。您这就让师弟和400年的钻石螳螂战斗，是不是太难为他了？你以前也不是这么教我的。普通教学墨守成规，只能培养中庸之人，为师因材施教，大器可成。你二人天赋各异，培养方向自不同。真疼！铁背苍狼来这儿，得被一镰刀劈死。师弟还没掌握真正操控武魂的战斗技巧呢，而且他这青莲武魂的治愈能力有点太变态了吧？这不是顶级辅助魂师才有的资质吗？这家伙看帅的一塌糊涂，但每次出手爆得跟人形凶兽似的。的时候靠不住，捡人头的时候冲得挺快。照理吸收了400年的魂兽，肯定比200年增长的幅度要多，但看这样子，是越往后增长的越困难。不过进化的速度也很快了。这是怎么回事？师弟的泥鳅武魂特殊就算了，这青莲武魂又是什么情况？这就是村长那枚无坚不摧的怪石。原石？太神奇了！武魂不是死物吗？师弟的青莲竟然像植物一样生长。看样子好特殊，有什么变化吗？奇怪，这新生成的4瓣我操控不了。怎么会呢？你这新生成的4瓣蕴藏着不同力量。或许是没生成完全，所以无法操控。师尊，您的意思是，师弟的武魂前6瓣是治愈能力，后面这4瓣不是？
必须生长完整了才可以使用。也许吧，这也只是为师的猜测。师弟这俩武魂真是一个比一个怪，根本不走寻常路，太特殊了。这青莲确有残缺感，先前6瓣能用治愈力，难不成要再长6瓣才能开发新能力？师姐，你认得这石头？此物为原石，蕴含浓缩天地灵气，可辅助魂师修炼。从哪里可以大量获得此物？你不会认为这东西像是铁矿一样随处可见吧？不是吗？当然不是，一块原石最少提升魂师25级魂力，而且原石不及时吸收，里面的天地灵气会逐渐逸散，所以很少会有储存。师弟，你们村长是不识货还是太大方了，竟然舍得将这种宝物给你？而且你这块原石竟是放了30年，还有这么充裕的灵气，真是稀奇。云村这份恩情我记下了，他日定当回报。凡尘，今日太阳下山之前，打败一只500年的魂兽。啥？这进度也太快了吧！噗嗤，我还以为师弟打完400年的就要提刀满山500年魂兽呢，看来你也不是莽夫嘛。是什么给了你一种我是莽夫的错觉？好了，银月，别逗你师爹了，把真正操控武魂的战斗方式告诉他。真正操控武魂战斗的方式？对，武魂需要正确的操控技巧才能展现真正的威力。想必你刚才战斗的时候应该已经有所体会了。确实，用青莲治疗还好，但战斗时操控泥鳅进攻就分心乏术，感觉他帮不上忙。因为你没在战斗时引魂入体，让兽武魂附身合二为一，只有这样才能发挥全部战力。师弟，看好了，武魂附体。原来如此。好啦，细节你都知道啦，虽然不是特别难，但想掌握诀窍的话，没个大半年可不行。师姐，我去尝试一下人魂合一。练吧，没2个时辰，你压根就别想练会。不会吧，这么快就学会了？师弟，你这是做什么？我只是想过来告诉你我学会了，没想到体内的力量根本就控制不住。凡尘第一次武魂附体，力量暴涨，控制不住，很正常。师尊，我这人魂合一没什么问题吧？没问题。师姐说最少需要大半天才能掌握人魂合一，结果我试了1次就这样了，就担心这速成品会不会有什么缺陷。没有缺陷，你领悟速度很快。莹月是懂天才的，但是不懂你。哼，该来了。啊！战斗是检验突破的最好方式，去吧，凡尘。好。小师弟这熟练新战斗方式的速度也太快了点吧？还没习惯吗？这是能习惯的吗？我也是凤毛麟角的天才啊，可是也从没见过这种妖孽。为师以为你早就习惯了。同样级别的魂兽，给他的增速越来越小了。走吧，太阳快下山了。好。师弟不会是膨胀了吧？一点也不迂回，直接硬碰硬。看下去。才发现，晚了，给我起！小师弟，你刚才那是什么手段？我刚才战斗的时候发现，青蛇的吞噬能力在武魂附体之后我也可以用，吸收对方气血，化为己用。怎么了？师弟，快看你的武魂！麻烦了，你这武魂吸收血气和魂环太多，消化不下去了。师尊，那如今该怎么办？唯一的方法就是通过帮助武魂分担吸收压力。倘若没有这种舍身魄力，便只能放任武魂自生自灭。明白了。师尊，师弟他顶得住吗？无妨，有我在。既然师尊说没事，那一定就没事。不过，老师您刚才不是说外人帮不上忙吗？你的话好像有点多了。临危不乱，处事果决。莹月，你要学习你师弟的稳重和魄力。
这青莲武魂是什么情况？竟然能帮凡尘吸纳这么庞大的能量？师尊，师弟这武魂不会是要化龙吧？他的武魂隐约散发着一股很纯正的龙威，只怕不只是要化龙那么简单，恐怕是要化真龙。怎么可能？真龙武魂不是只有苍莲立国的皇室有传承吗？小师弟又没有皇室血脉，这真龙武魂从何而来？为师也不知道，他的武魂才刚开始进化，体内龙威隐而不发，显露的还不明显。等到日后显露峥嵘之时，怕是要石破天惊，甚至有可能撼动苍龙武魂第一龙类武魂的地位。不错啊，小师弟，收获看上来不小啊。确实收获不小，但奇怪的是，我这魂力和血气较之先前都已经有了很大的提升，为何没有丝毫突破的迹象？哎呀，笨！之前不是说过了吗？不附加魂环肯定是无法突破的，这也是师尊此前说该突破就要突破的原因，不然会耽误修行。明白了。凡尘，今晚你仔细巩固修为，明日便去寻一个合适的魂环。师尊，我觉得我可以打破第一魂环400年的极限，现在的身体状态，附加一个500年以上的魂环应该不难。你还是太保守了，哪怕是600年的历史柱，你也可以尝试破上一破。600年？师尊，我怕我这武魂又闹出什么幺蛾子，把魂环给吸了，我就没得附加了。你现在必须要学会控制自己的武魂，吸收到一定程度后，便要停下来消化一段时间，不能让武魂成长的速度超过你的控制力。谢师尊指点。今日便在此地休息。啊，就在这里？怎么？有师傅、师姐2个顶级大美女陪伴在你身边不够吗？还想念你村头的望殿堂？师尊自然是大美女，师姐你嘛。你信不信我这一拳下去，你可能会没命？好了，银月，你去猎一头野味回来，让你师弟尝尝鲜。啊？以前我去，现在有师弟了，还需要我去当苦力吗？你师弟要巩固修为。啊？师尊有了新欢，难道就忘了徒儿这个旧爱吗？师尊，您会杀了师弟吗？哦，为何要这样问？吞噬生灵气血，反哺自身，只有邪魂师才有这样的手段。而老师您一向嫉恶如仇，见到师弟武魂这般残忍，我怕您一狠心大义灭亲，将他提前扼杀。那银月，你是怎么想的？师尊，师弟这武魂确实与邪魂师吸收气血的方式一般无二，甚至更加霸道。的确，凡尘这武魂比之邪魂师的武魂还要邪性可怕，掠夺生机，损人利己。完犊子了！女教皇这份肯定，相当于盖棺定论，不仅把我棺材盖子给盖上，顺手还钉上了钉子。师尊，您可不可以放过师弟一马？哦，你在替他求情？师弟武魂的手段确实与邪魂师相同，但我觉得师弟是个好人。现在是好人，不代表以后是。大多数邪魂师也不是一出生就是坏人。他的武魂既然可以吸收魂兽，一样可以吸人。吸来的气血可以让武魂升级，同样也可以让自身快速进阶。倘若享受到了吸人快速进阶的快感，你觉得世上有几人还可以踏下心来，耐心苦修？师尊，虽然接触时间尚短，但我相信师弟跟那些人不一样。您不也总夸师弟心性坚毅，超凡脱俗吗？银月，你要知道，凭他这样的天赋，倘若走上歪路，成为邪魂师祸乱世间，天下必将生灵涂炭。这师姐好啊，有事她是真上啊，只是怎么感觉这个美女师尊铁了心要刀了我啊？不会吧，师尊这就要动手了？我操，无情，天崩开局，刚拜师师傅就要砍我，怎么办？在线等级。不要！师尊，我们该杀的难道不应该是那些为非作歹的邪魂师吗？倘若一人尚未作恶，我们便不能用主观的猜测怀疑就夺走他的性命，宁可杀错1000，绝不放过一个。那我们这种行为和那些邪魂师又有何异？不错，这才是圣女该有的样子，整日嘻嘻哈哈，成何体统？师尊，您不打算杀师弟？我何时说过要杀你师弟？可是您眼里一向不揉沙子的呀。为师眼里容得下芸芸众生，难道还容不下自己的一个弟子？你说呢，凡尘？师尊慧眼如炬，你小子倒是挺沉得住气的。您是说
师弟一直在偷听。你这师弟机灵着呢。所以师尊您刚才说的都是特意给师弟听的。既是对他，也是对你。你身为圣女，当有自己的判断能力，不可被外人左右。嘿，徒儿聪明着呢。凡尘，你这武魂煌煌大气，并无邪性，但若是不小心使用，肆意吸收血气，也容易堕入魔道，一定要加以克制，而且尽量不要让外人发现它可以吞噬生灵进化。师尊放心，徒儿明白。师尊，弟子还有一事不明。你说。方才师尊说到的邪魂师到底是什么？邪魂师尽是些性格偏激、喜好杀戮之人，武魂千奇百怪，但有一个共同的特征，他们的武魂可以吸食气血，吞噬神魂，提升自身实力。所以，等你学成出山后，务必要小心，尤其要小心血魔教。血魔教？魂武大陆正道第一势力是哪家尚有争议，但血魔教是无可争议的邪道第一势力，而且传说中的血魔十长老实力进阶在90级之上，身份不明，每一个都穿着黑斗篷、血色面具。这么强？不对，十长老刻意蒙面示人，难道是有正道势力的老大哥？不知道。可以开动了。我和师尊不会吃太多，师弟你要都吃光哦。美味。我来吧，你抓紧时间巩固修为，明天早点去获取合适的魂环，不然你会一直困在魂师10级。好，这方世界没实力，尊严随时会被践踏，运气不好还有可能被邪魂师当成食物。提升，必须提升。突破的气息，怎么可能？师弟已经魂师10级大圆满，不获得魂环，根本无法再突破了。师尊，师姐，你们靠这么近做什么？师弟，你刚才做了什么？没做什么，就是巩固修为啊。你身体有没有特殊变化？身体倒是没什么变化，就是巩固修为的时候，丹田内的魂亲气源多了一个。你说什么？这怎么可能？凡尘，你确定丹田内现有11道魂力漩涡？没想到我竟收了一位破线级天才为徒。破线天才，传说拥有特殊机缘者可以打破凡人极限，在某些领域达到寻常天骄也无法达成的突破。常人只能拥有1个武魂，拥有2个武魂其实就可以算作破线天才。而凡尘能修出11道漩涡，自然意味着在魂师这个领域，他是破线级天才。而且起步便能多1道漩涡，下一个境界漩涡裂化，他又能比别人多1分优势。师弟战力本来就比同境魂师厉害，如今魂力破线，岂不是同境无敌？差不多。那个，我觉得我好像还没到极限，还可以再巩固一下。师妹，你这样盯着我干什么？你该不会是10万年魂兽化形成人吧？不然怎么会一夜破线2次？我隐隐已经感觉到极限了，最多再破线1次，就必须要突破下一个境界了。什么？破线2次还不够，还有第3次？好了，该出发了。去哪里？替你找陪练。师尊，师弟即便破线2次，想战胜这700年大力魔元，怕是依旧极为困难。这怎么可能？一拳给锤飞了！师妹，你确定这货真是700年的魂兽？滚！师姐，这会不会搞错了？700年魂兽感觉还不如先前那头黄金蛮牛呢。有没有可能不是他太弱，是你突然变得太强了？还想吸？消化得了吗？你就吸。这下看来，师弟破第1魂环600年的记录是板上钉钉的啦。不对，怎么了，神尊？
700年的魂兽怎么可能爆出魂骨？不知道。师姐，看来咱们运气还不错。不是我们，是你。你这运气岂止是不错，简直就是逆天了啊！100年魂兽爆魂骨概率1/1000都没有，这是什么概念？和小爷玩概率，抱歉，小爷欧皇卦。师姐若是喜欢这东西，便送师姐了。送我？师弟看来根本不清楚这东西有多珍贵吧？再珍贵也没有师尊和师姐真诚待我珍贵。师弟大气，但师姐想要的会自己争，不占你便宜。凡尘，这魂骨虽是宝物，但凭你的天赋，吸收700年的魂骨就太可惜了。有什么说法吗？魂骨分为头骨、躯干骨、四肢骨，一共6块，其中头骨和躯干骨最为珍贵。传说还有特殊外附魂骨，只是无人获得，不提也罢。魂骨一旦吸收，提升战力的同时，也无法再更换。也就是说，我若吸收这魔元左臂骨，日后遇更好的也无法更换了。对的，除非砍掉左臂，不然魂骨便与你为一体，取不下来了。明白了。凡尘，这魔元臂骨，你卖了换取资源便可。为师恰巧知晓一枚极品的龙衣左臂魂骨下落，到时取来送你，全当你的拜师礼。谢师尊。师尊，那极品龙衣魂骨该不是大供奉珍藏的那一块吧？师尊，倘若势不可为，便算了。无需多言，为师说到，就会做到。又破线了。这次慢了些，生成第13道魂力漩涡耗了2日。奇怪，我怎么有点习惯师弟这妖孽资质了？不错，是时候去获取你的第1魂环了。好的，师尊。既然准备好了，那便去吧。为师和影月会在此地等你。您不与我一起？如今你有自保之力，此处是森林外围，无高阶魂兽。若是时刻要人保护，不去迎接挑战，如何成长为独当一面的强者？师尊，让师哥一个人去，是不是太草率了？他连秘技都还没学呢。闭嘴！凡尘，你体质异于常人，破线3次，多3道魂力漩涡，这般天赋，连为师都惊叹。此次获取魂环，为师建议你考虑800年。师尊，我可以尝试吸收1000年魂环吗？不行。有什么问题吗？魂兽从100年到1000年，实力会质的飞跃，其中魂力不是你现在能消化的。弟子明白了。最后一件事，记得魂环尽量获取与自己武魂相匹配的，这要看你自己的判断了。我们也走吧。啊，去哪儿？不等师哥了吗？烦死了！你们2个别离本郡主这么近，滚远点儿！不错，反应很机密。师尊，您之前不是说原地等候，不保护师哥的呢？你不会真觉得我会放任他一个人出来冒险吧？您这么讲话，就显得我很呆。本来也不太聪明的样子，为师早就想开小号了，现在正好有你师弟了。不带这么扎心的！有人奔着你师哥方向去了。郡主，赶路半天肯定口渴了吧？这是我父亲珍藏的佳酿，被我借来了，要不要坐下来？喂，咱们出来猎杀魂兽，你想让郡主喝酒误事？郡主，听说你爱吃点心，这是出发前我特意付家中大厨为你做的桃酥点心。李洪鹏、杨威，你们2个丑八怪带着那点破东西滚远点，别跟狗皮膏药一样缠着我，烦死了！铁叔，这2个人再敢骚扰我，你就把他们腿打折，出了事情本郡主担着。这怎么，本郡主的话不管用了吗？不敢，一切听您吩咐。谁出来？别动手！路过的。你是谁？为何藏在树上？小子为猎杀魂环碰巧路过，闻声隐匿，并无恶意，望诸位行个方便。小子，你家人和师尊呢？放心，你独自出来。我没有家人，就一个小姨还离开了。至于老师，铁老您就别问了，看他这穷酸样，能有像样的师傅愿意收他吗？你走吧，别担心，吾等贵族还不会与你这平民一般见识。是啊，不用怕，我们瞧不起平民归瞧不起，但不会因为你弱小就欺负你。走吧，告辞。喂，你站住！喂，你是聋了？听不见本郡主说话吗？郡主，那样的家伙一看就没什么能耐，和咱们不是一个世界，没必要理会，让他滚便是。住口！你才应该给我滚！不知道郡主拦住在下还有何事？你不能走。这位郡主，我为什么不能走？完了，敢忤逆郡主，这小子怕是没好果子吃了。你就不怕我让铁老杀了你？怕，但比死更让人难以接受的是给人当狗。大胆！郡主看得起你，那是你的荣幸。杨威，本郡主在和别人深入交流，没你们插嘴的份儿。啥？郡主，我是替您说话呀。聒噪！别在这里狗叫，滚远点，很烦哎。本郡主也不为难你，你很帅，
是我的菜。识相的话，以后就跟我混吧，怎样？啊，缠我身子？不可啊，郡主，这样有失体面。区区一个山野村夫，怎配得到你的青睐啊？郡主，您竟然为了打我们！本郡主的事，轮不到你们智慧。跟我走吧，本郡主不会亏待你。郡主好意心领了，在下心比较野，不喜欢屈居人下，恕难从命。拒绝我？我看上了你，你竟然还要拒绝我？这女人不会是个病娇吧？郡主，在下只是一介布衣凡夫俗子罢了。我看你身后那两位倒是一表人才，家世显赫，何必为难在下呢？就他们那张丑脸，也配与你比？郡主，放我走吧，强扭的瓜不甜。但是解渴呀，出来混要讲势力，讲背景。你一无所有，但本郡主什么都有。哼，只要你乖乖跟我混，本郡主有的都可以赏你。不，我这人天生牙口好，爱吃硬的，不吃软饭。喜欢的东西自己会争取，不需要别人给。没有人敢拒绝我，从来都没有。别以为长得讨本郡主欢心就可以为所欲为。再给你最后一次机会，跟不跟我走？走你个头啊！胡搅蛮缠很好玩吗？我当你是郡主你是，我当你不是你什么都算不上。让哥哄着你，做梦！这家伙是疯了吗？敢骂郡主？完了，生怕死得不够彻底吗？郡主，看我拿下这不知天高地厚的小子给你出气！敢惹郡主不快，今天就让你付出代价！别给脸不要脸，我的人你们也想动？郡主，这小子根本不识相，都给你气哭了。哭不哭本郡主乐意，跟你们有什么关系？说吧，怎么才能跟我走？本郡主要钱有钱，要势力有势力。你一个普通人定然没有资质，无人赏识。但只要哄好我，我可以不惜资源将你喂起来。你太可笑了，真当钱是万能的？当有一天你无钱无势，你周围的人都会离开你。可悲的小妞，人人为你，怕你，到现在连一个真心的朋友都没有。骂！你再敢骂一句，对你这种刁蛮成性的女人，我无话可说。我叫叶希英。哦，你混蛋！我已经不刁蛮了，好好跟你说话，还对我爱答不理。抱歉，我实在对更大我的人生不出好感。不过名字告诉你也无妨，洛凡尘。既然互相知道名字，就算朋友啦。我想让你留下来，朋友的要求你总不会拒绝。你们家朋友就是这意思？朋友之间如果存在强迫关系，那就朋友。对啊，我的朋友都不会拒绝我的要求。你是不是傻？朋友之间如果存在强迫关系，那就不是朋友了。那你说什么是朋友？可以毫无心理负担的说不，而不伤彼此的真挚感情，这才是朋友。我也没指望说了你就能理解，毕竟你根本没有朋友。可恶！做我朋友吧。不行，做我朋友还委屈你啦。我现在要去获取魂环，没时间跟你浪费。你一个人危险，跟我们组队。不，跟你们在一起更危险。我还能吃了你。有可能。铁叔，看住这家伙，别让他跑了。是，郡主。你放心，等帮你猎杀完魂环，本郡主一定放你离开。要是这好心都要拒绝，我现在就让铁老拍死你！哼！那小妮子抢我师弟，她也配？师尊您别拦着我，我要撕了她！反应这么大，你不会喜欢你师弟吧？这才接触几天。师尊，您说什么呢？人家可是圣女哎，跟那个只看脸的花痴雕般郡主才不一样呢。好，那找机会为师帮你师弟介绍一门亲事，你和为师一起挑选一下哪个大宗门贵女合适。你要给师弟介绍亲事，这也太早了点吧？走，跟上，他们走了。师尊，您说清楚啊！那些大家族贵女脾气古怪，您不能把师弟送进火坑啊！杨公子不愧为杨家后人，根基果然扎实。铁老谬赞，斩杀区区350年魂兽罢了，远不如顶级天骄的400年层次。为什么？不就是一个长得帅点的小白脸吗？长得帅不能打有个屁用！喂，晨晨，你不会被这家伙的战斗吓到了吧？我被吓到？本郡主虽然不喜欢他，但不得不说，这家伙天赋还是不错的。你不是也要附加第一魂环吗？可敢和这350年的魂兽战斗？晨晨，你别有压力。大势力的顶级天才，第一魂环也附加到400年。你出身平民，吃了先天血脉的亏，等会儿能附加200年的魂环，我觉得就很了不起了。本郡主保证，到时候不会有人嘲笑你。200年的环，埋汰谁呢？狗都不带。啊！赤火猴、焚灵蟒，他们怎么打起来了？看体型，这赤火猴大概1001万年左右，那焚灵蟒可以压制赤火猴，明显修为要强上许多。李少，你第二魂环600年，这第三魂环我看这赤火猴就足够了。我就不能用那焚灵蟒吗？老夫是根据李少战力估计的，
李少要是真有野心，大可去猎杀那焚林蟒试一下。就赤火猴吧。你们快看那边，那是朱果，看来这两兽就是因为这灵果打起来的。李少，老夫会帮你拦下赤火猴，剩下看你的了。孽畜找死！第一魂技，雷斩！喂，看呆了！这家伙的武魂是雷炎鹏，7品武魂，不如杨威的8品龙鳞枪潜力大。你不会是被吓到了吧？不对劲儿，这赤火猴可能有问题。哪有什么问题？你别想太多了。已经使出全力，却只能将这战斗半天的赤火猴堪堪击杀，说明此前铁老判断的没错。我吸收这魂环，怕是要凶多吉少。此物为朱果，灵气充沛之地长成的灵果，服用后可以解百毒，并且提升魂师魂力修为。这可是少有的宝贝，寻常魂师根本见不到。这些不强，你们试试出手解决吧，正好是锻炼的机会。你插手不了这种级别战斗，乖乖待在这里。保护好这家伙，若是伤到脸皮，拿你试问。第三魂技，赤火爪。不行了，铁老救我！你小子可别乱跑，我去就回。铁老，让我来。怎么会？这小子爆发的速度怎么可能比郡主还要强？和他还是魂师，怎么可能啊？魂师怎会有击杀1000年焚林蟒的本事？我想明白了，众所周知，魂师再强也只能对抗400年魂少，1000年绝不可能。他是捡了李洪鹏的便宜，李洪鹏已经将这焚林蟒拼得筋疲力尽，所以才让骆小友一招秒杀。但哪怕如此，这位骆小友的实力也绝不会弱。我说呢，他战力怎么可能有1000年？原来是捡漏啊！要是同为一环层次，我不信他可以给做到比我的30-50年魂环更强。就算强，也强的有限，毕竟400年极限就在那里。等等，我操，这家伙不想活了吗？真敢第一魂环就吸收1000年的，快阻止他！吸收1000年，他必死无疑啊！完了，来不及了！怎么办，铁叔？阻止不了了！怎么办，铁叔？您快救他呀！回天乏术了，我能觉察到，这是平民中少有的好苗子呀，可惜了。这不是脑子不好使吗？你一个10级魂师吸收个屁的1000年魂环啊！本少特么希望的是在郡主面前你被我一拳打倒，而不是这么蠢的方法去死啊！老师，您困住我干什么？快去救师哥啊！他怎么可能消化那1000受料年的魂环啊？不救，您不管师哥了。莹月，你要明白，一切利害关系都跟凡尘讲清楚了，这是他自己的抉择，任何人都没有资格插手阻止。你我都是他亲近之人，更应该尊重他。可是，他不是莽撞之人，既然是他自己的决定，那我们要做的就只有相信他。不好，有东西过来了！赤火猴？怎么会出现这么多猴子？捅了特娘的猴子窝了！还好，大多都是不足1000年的赤火猴，有铁老在，咱们根本不用慌。这体型是8000年赤火猴，还是2头？
郡主，咱们撤吧。不撤，本郡主岂会怕一群毛猴子？您，只怕您是为了保护那小子吧？放屁！谁怂就赶紧滚！郡主，为了您的千金之体，咱们还是撤吧。这2头8000年猴王实力毫不逊色5阶魂师，老夫会被他们拖住，到时候郡主你们被猴群围上就危险了。不撤！郡主，这家伙肯定死定了，咱们护着一个死人没有意义啊。是啊，郡主，咱们不能为了他一个人，跟这群发疯要拼命的猴子死战，做无谓的牺牲啊！怕死的赶紧逃，别留在这里碍眼。第1魂技，龙啸。郡主，这群猴子数量太多，若是等会儿情况不对，请您一定要先走。寒龙，郡主，我可以相信你吗？铁老，这个人本郡主保当了，我允许他死在自己手里，但不可以死于咱们的抛弃。哈哈哈哈！得嘞，哼！第3魂技，铁拳。混蛋！本郡主命都赌上了，你还是要死！这是什么？双生武魂，他竟然是双生武魂！帮我的是他，他竟然这么强！郡主小心！李红鹏，给我开！千年，你真的成功了！果然，我可以相信郡主。给我走！一招就打飞了赤火猴！我操，看都不看，赤火猴就干飞了！这是一道魂环该有的战力，我也是11级啊！来吧，希望你们能让我尽兴。赤灵铠甲合体，这魂技也太飒了！哈哈哈哈哈！好小子，太让人惊喜了！赢了！终于结束了！哇！洛小友可真是人不可貌相啊，竟然藏着这么恐怖的天赋和实力！你们都盯着老夫做什么？铁老，骆大哥都帅成这样了，这貌相难道还忒不要脸？太无耻了些！先前还一口一个小平民，这么快骆大哥都喊上了。错了，您老还是给我留点脸吧，以后还要在大陆上混呢。你要做什么？这怎么可能呢？你的武魂竟然可以做到断骨重生，难以置信！这等逆天治愈能力的武魂，放眼整个大陆也是凤毛麟角的存在，怎么会？救你是见你算条汉子，敢舍身替郡主抵挡攻击，而郡主之所以遇险，起因是为了护我，打你是因为你之前嘴巴不干净欠抽。那您怎么光抽我，没抽其他人啊？因为他们不配。铁老，此处血腥味太浓，我怕会引来麻烦，咱们还是赶紧离开吧。好，按照师尊所说，常人只需要10道气旋全部液化就可以跨入20级，获取第2道魂环，而我破线3次，拥有13道气旋，突破的难度要比其他人大了一些。不过难度和收获是成正比的。如今我第1魂环便是1000年，若是等我20级以后，不知道能吸收多少年的魂环。
12级，这小子突破了！突破？您老别开玩笑，这怎么可能？老夫还没到老眼昏花的年纪，绝不会看错。铁老，我们怎敢怀疑您呢？只是骆大哥下午才刚刚突破11级，这才过了几个时辰，就又突破了。是啊，铁老，这样的修行速度简直闻所未闻，太不符合常理。郡主，你这是……哼，别自作多情，本郡主才不是担心你冷呢。可是郡主，我还什么都没问呢。本郡主正想蒙上你脑袋，打晕你这个混蛋，带回去当奴才，结果你醒了，算你命大。我知道，郡主怎么会是那种好心给我盖衣服的人呢？骆小兄弟，你刚才可是突破到12级了。对，第2个魂力漩涡液化达到12级了。还是老夫眼拙啊，此前竟然没看出骆小兄弟这般天纵奇才。所以你们刚才都不修炼，盯着我猛瞅，就是因为这话说的，一日连破2境，难道这还不值得关注吗？我一直都是这样啊，没什么好惊讶的。这难道不是基操吧？什么？一直都这样？我翘，汝听人言否？其实我刚才突破速度比这快多了。骆小兄弟，你以前修行是什么速度？怎么不说啦？这有什么不能说的？咱们现在都是共患难的交情了，我们要害你早一刀捅过去了。骆大哥是怕吓到我们吗？我们都是经过专业培养，心理素质很强的。你们非得要听，也不是不能说，也就1天9级吧。骆兄弟，你确定没开玩笑？真就1天9级？算是1天吧。什么叫算是？如果是2天9级，那也很恐怖啊。那天我苦练了1晚上，所以说1天不准确，应该算半天吧。可怕，太可怕了！骆大哥，你确定自己是人吗？太好笑了，师尊，终于不是我一个人承受来贼自世地打击了。你看他们那惊呆了的样子，还不如我淡定呢。拜托你们能不能正常点，别给贵族丢脸了。哥，不是我们怀疑你，关键你这也不像是人类能拥有的天赋啊。传说10万年魂兽选择化人重修以后，虽然是重新开始修行，但修为会突飞猛进，战力强得一塌糊涂。行了，10万年魂兽化人重修，只会觉醒出以前本体的武魂，不可能双生武魂的。你确定自己是平民，不是在拿我们开涮？话都说过了，信不信随你。不是不信你，是你这个武魂强度，简直可以跟各大势力核心子弟媲美了。就像我，虽然也是苍龙帝国皇室血脉，但因为血脉8品的鹰龙武，而皇室最精纯的血脉，则可以觉醒出9品至尊的太古苍龙武魂，魂武大陆4大最强兽武魂之一。那只能说你们贵族靠血脉，我们穷人只能靠变异。恰好我变得还行。跟我回家吧。什么？跟你回家？哼，你可别误会，你先前不是说自己是孤儿吗？本郡主向来心善，看你无家可归，这才大发慈悲想收留你的。扯淡！你那是想收留我吗？我都不好意思戳穿你，你分明就是蝉鸽身子。你在胡言乱语什么？别自恋了，本郡主追求者无数，对你根本没有感觉好吗？如此甚好，郡主既然对我无感，那便赶快放我离开。我刚才正想道别。你执意要走？郡主此前答应过富家魂环后会放我离去。如果我一定放你走呢？那我们就不是朋友，而是敌人了。洛凡尘，你知道吗？从小到大，本郡主想得到的东西还没有得不到的。我父王很宠我，凡是我想要的，就一定会出现在我面前。所以，郡主是打算让铁老动手，强留我了。你确实很厉害，但未免也太小瞧本郡主了。不为难你，我放你走。没想到吧？确实没想到。洛凡尘，你刚才说咱们是朋友，那作为朋友，本郡主就送你点礼物吧。这是……小祖宗不可啊！郡主、小祖宗这些东西咱可不兴送啊！放肆！我还是不是郡主？自然是。郡主，这太贵重了，我不能收。本郡主说了，我们是朋友，除非你看不起本郡主，不把本郡主当朋友。行，我收。不过吃绝户不行，得给你们留一些。留下一些可以，只不过你留几个，本郡主就踩碎几个好啦，这就对了嘛。你怎么能拒绝人家的一片心意呢？凡尘哥哥，你给我正常说话，咱俩谁大还不一定的吧？好的呢，哥哥。那作为朋友，如果妹妹有困难，是不是要帮忙呢？帮。那凡尘哥哥3个月后要来乾隆城哦，人家有个很重要的忙需要你帮。你不会单纯就想把我骗过去见见我吧？没有，确实有个很重要的事情需要你出手相助。
郡主不妨先说是什么事情。我并不觉得郡主有什么忙是我能帮得上的。每年11月，我父王统计的乾隆城会和其他邻近的2王城举行王城魂师斗战赛，参赛人员进阶是19岁以下的年轻魂师，由战斗王胜败多矿和其他资源的开采。你天赋那么厉害，我想邀请你帮忙参赛对敌，奖励很丰厚哟。矿脉这东西，哪个王城实力强，直接抢走就是了，何须让年轻人比赛这么麻烦？首先呐，苍龙大帝是不允许手下9大王城互相征伐的，而且强者之间的战斗不好控制，很容易出现伤亡，哪一方势力都损失不起，所以选出年轻魂师比试战斗，风险既小又很公平，大家都能接受。最主要是还可以提前练兵。练兵？因为第2年会进行全大陆的青年魂师斗战赛，到时候4大帝国以及所有宗门势力、神殿都会参加，那可是整个大陆最顶级的盛事，所以王城赛也是在为大陆赛练兵。那个，我怎么在村里从来都没听说过有这种赛事？所以帝国贵族或者宗门嫡系们才看不起平民啊，他们消息太落后，太闭塞了，就像是活在2个世界。不提这个了，距离全大陆斗战赛还早着呢。其实刚才的那些只是3大王城比试明面上的理由，这里面其实还藏着一个大秘密。什么秘密？不告诉你，等你3月后来了再说，肯定对你有好处哦。这是本郡主的令牌，来到乾光城后，不管在哪里，直接报上我的名字就管用。行，3月后我会去的。等等，与其你自己孤苦伶仃漂泊，不如跟我回家，我请名师教你。傻丫头，谁告诉你我没有师尊了？你有师尊？那得是多不称职的师尊才能放任你自己出来冒险，这不是误人子弟吗？实在不行，让我父王亲自教你，凭你的天赋，不该被庸师教导。洛兄弟，郡主所言不差，负责任的师傅不会放你单独出来冒险的，心太大了。跟我们走吧，凭你的天资，保证把你当宝呵护起来。老实说吧，我老师其实很猛的，他现在很可能就在暗处。你们说错话是要倒霉的啊！猛，再猛能有多厉害？70级、80级，铁老，这附近有人藏着吗？郡主，这附近连只魂兽都被老夫转一圈刻意驱散了。如果有人，哪怕是80级强者，我也不可能发现不了。好了，不要再说了。郡主，我就坦白跟你们说了吧，我老师是90级以上的强者，至于身份，他没开口，就不与你们说了。骆大哥，你确定自己老师是9阶以上的超凡强者吗？那个，你别误会，我们不是不相信你，而是怀疑你是不是被人骗了。整个大陆魂师何止千万，但能达到7阶魂圣的便已经是少之又少。8阶称号级强者无不是坐镇一方的大佬，而9阶超凡已经跻身魂武大陆巅峰强者之类，堪称各大势力的中级委，常人连远远见一面都很难。这样的强者碰巧在民间走动，收你为徒的概率就太低。凡尘，你8成是被忽悠了。你看现在这么晚了，都没人出来寻你。听我一句劝，不让你们乱说话，是为你们好。按照我的猜测，老师很有可能就在这里，只是不想现身。但你们再多说2句，真把他老人家惹出来，收拾你们我可拦不住。切，少吓唬我，本郡主才不怕呢。有本事你喊他出来教训教训我，谁害怕谁就是乌龟王八蛋。哦，是吗？暗中怎么可能有人？我明明已经仔细探查过了。谁在暗处？刚才老夫和郡主胡言乱语，现已知错，诚恳道歉，还请高人原谅。不原谅。破碎虚空，破9阶超凡，这不是瞎搞吗？就这么把咱们吊在这里？闭嘴吧你！刚才那强者在的时候你怎么不逼逼？现在能耐了。教皇老师刚才好像有意在隐藏身份，照理说他们的身份地位还不值得您在意啊。不错，为师此举是为你好。为我好？为师实力很强，但敌人也很多，而你和银月不同，你注定是要在外游历的，所以不暴露你是我的弟子，是在保护你。弟子明白了。凡尘，如今你已经吸收了第1个魂环，需要巩固修为，为3月后的乾隆城之行做准备。师尊，您也想让我去乾隆城？对，那乾隆城里藏着你的机缘。机缘？什么机缘？凡尘，你之前问为师什么是秘技，为师并没有告诉你，因为为师觉得自己的秘技都不适合你。不适合我？秘技都是通过自身武魂开发出来的，而你的武魂是龙类武魂，最适合的便是龙类秘技，且能发挥出秘技的完整威力。所以您是想让我去找郡主他爹，学习苍龙帝国的龙类秘技？不，你要找的是一个乞丐。乞丐？对，等你到达乾隆城，看见街上有一个4肢尽数斩断的老乞丐，那就是你要找的人了。4肢尽断？曾经惊艳了一个时代的盖世奇才，压得同辈天骄抬不起头来，曾豪言败在他手中之敌，只能望其背影，永远无法超越。连你也不是他的对手吗？
我乃后起之秀，没机会与其过招。老师，为何我从未听你说过此人？他是老一辈的人，而且关于他的消息涉及苍龙帝国一桩天大丑闻，有人刻意想掩盖、抹述掉这段历史。如果不是机缘巧合，我也不会得知他藏在乾隆城。师尊，什么丑闻可以让一个盖世奇才沦落到这般地地？好像是因为一个女人，但我猜最主要的原因还是天赋实力太强，引起了多方忌惮。他不仅拥有聪帝国皇室绝不外传的7世秘技，借此气欲再创2世终极秘技，足以超越10万年魂技，这才引来残身之祸。得机缘创战绩震天骄，遭针对被围攻因女废。这家伙拿的主角模板吧，就差个破而后立了。不过4肢皆空，貌似没戏了。你可以前往乾隆城，试着接触此人。倘若对方愿意教你绝技，便是天大的机缘。弟子明白。你们在此地等我，我去这魂兽绿绸深处走一遭。师尊，这么晚了，你要去做什么？为师去绿绸深处替凡尘借点血回来。借点血？等师尊回来了就知道了。哦。那是什么？女教皇，难道你想与我魂兽绿洲开战？麒麟尊者，借汝一滴精血，立刻就走。女教皇，你当本座这魂兽幽绿洲是你想来就来、想走就走的地方？没工夫听你絮叨，要么你给我，要么我自己来。不就是区区精血吗？好商量，好商量。江湖又不是只有打打杀杀，本座就一个要求。说，帮我们魂兽绿洲打听一个人，当然也有可能是一件宝物。哦，前些日子。本座察觉到一股高位格的精纯龙族气息在魂武大陆出现，都说女教皇必行，便想请你帮忙查找这龙族气息的源头。若是能查到，不仅这精血奉上，我魂兽绿洲也自此认可你这个朋友。这龙族气息就算是宝物或是人，又与你们有何干系？这你就不必管了，答应本座，这精血你尽可拿走。若是不答应，便战吧。好，我会调查，但不一定什么时候才能告知你。爽快。告辞。老大，这就给了，你不要面子了。蠢货，在这里打起来吃亏的是咱们，而且你忘了大人的命令。记得，属下知错了。师尊，师尊，凡尘，把衣服脱了。让你脱了就脱了。哦，这不是瞎搞吗？就这么把咱们吊在这里？闭嘴吧你！刚才那强者在的时候你怎么不逼逼？现在能耐了。郡主，您确定想邀请洛小松纪参加3城斗战赛吗？怎么不行？洛小兄弟的实力毋庸置疑，但毕竟还只是刚突破1环，可以击败底蕴不足的李鸿鹏，但不代表可以面对那群真正的王城精英。以凡尘哥如今的修为，自然不是那些老天才的对手，但不是相信凡尘哥一定会进步的。不然你觉得我为什么3个月将9枚可以加速系修行的诸果全留下？而且比赛拿不到冠军也没关系，那不重要，重要的是他来了我才能有机会。可是凡尘小兄弟背后着一尊神秘女强者，那女强者是神皇女帝还好，可若是女教官的话，咱们苍龙帝国和那位可是一直不对付啊。你不跟我父王说这件事儿不就好啦？什么啊？谁都不许跟我父王提凡尘哥后面有神秘强者的事儿，谁要是说出去坏我和凡尘哥好事，就是找死。郡主怎么交代，老夫就怎么说。全凭郡主吩咐。凡尘，此为我殿秘法神荼淬体，是这片大陆最强的淬体法门。整个淬体过程会很痛苦，如同钝刀割肉，但你一定要坚持住，挺过去便好处极大。来吧，不就是疼点吗？好。寻常人施展神荼淬体，绝对不会产生这般神奇效果，哪怕有麒麟宝血也不行。凡尘体质绝对特殊，竟然连丝毫的疼痛都没有产生。感觉如何？感觉无需动用武魂附体，一拳就能打爆一个3环李鸿鹏。不错，这神荼淬体的最终效果因人而异，提升力量是次要的，最主要是此激活背后你5中的5行之力，5行之力生生不息，滋养肉身，恢复力大度提升，对5行属性的攻击也具有一定抗性，好好运用。是。
对了，师尊，您不是说过程会很痛苦吗？我咋一点感觉都没有？你这满身的血迹，赶紧去洗了。哦，洗个澡澡，心情好好。什么都没有，没任何异常。这地方邪门，还是先跑为妙。现在感受到精纯龙族气息，会是这个人什么？父亲，人类身上怎么会存在父亲的气息？不，这不是父亲的气息，这不可能！世间怎会有超越父亲的龙族血脉？只可惜，这至高的龙族血脉过于稀薄离奇，还远远不够。若是能再增加一丝就好了，但这又怎么可能是凡人能做到的？凡尘，四周无人。你的身体内外我也都检查过了，没有异样。难道真是我太多疑了？人家魂师巅峰都是20个液态气轩20级，我这23个是不是得喊23级？师尊，凡尘，你该去找第二魂环了。师尊，我的第二魂环，您觉得找个多少年的合适？你的情况特殊，不好估计，需要通过战斗寻找极限。好。不过获取魂环之前，我先去让小泥鳅练个痛快，让他完成进化。武魂，他提到的应该是武魂进化，并不是想要的血脉进化。魂武大陆根本没有让血脉进化的方法，还有必要再跟下去吗？师弟，他现在又帅又飒，你再叫他小泥鳅就不礼貌了。喊他混沌祖龙如何？祖龙，万龙始祖。师哥，你是真敢啊！你管他叫祖龙，被其他龙类魂师听见，不得集体过来打死你！所以说，还是小泥鳅又萌又低调。谁？没人？是错觉吗？师尊，刚才暗中一直有人。刚才感觉那边空间好像异动了一瞬。查探后却无人，应该是我多心了。好敏锐的洞察力，看来这神殿女救恒比外界传言的还要厉害，小麒麟远远不上。这女人离那个境界应该很近了。哟，英雄朱棣，大中午的不休宿，干架呢？带老弟一个呗。师弟小心，这是血牙猪和鬼脸猫鹰，看体型都是2300年的实力了。朱棣，你病了，病得很重，这牙都长畸形呲出来了，一定很痛苦吧？哥帮你矫正矫正。这什么情况？不开武神，仅靠麒麟纹加持的肉身力量就可以吊打2000年魂兽。师尊，鬼脸猫鹰的鬼皮直接影响神魂，连30级魂师听了都要被眩晕数秒。师哥怎么一点反应都没有？说明凡尘强的不只是肉身，还有神魂。可是神魂之力不是7环以后才可以修行？他不一样，这家伙修行方面就没有短板的吗？别跑，英雄！距离够了。过来吧你！师哥，你这招式是自己创造的？师妹，你看我新研发的招式如何？师哥，你确定刚才那变态的招式是你自己创造出来的？不然呢？这些天我又没和师尊独处过，也不可能背着你偷偷学来绝火花吧？怎么可能？师尊，如果我判断的没错的话，师哥刚才那招已经可以媲美秘技了吧？而且随着凡尘武魂进化，日后这吞吸之力只怕会更加霸道。又控又有输出，还可以持续增强，这也变态了吧？师哥武魂再进化，这招岂不是堪称神器？哈哈，终于有一丝龙的味道了。没想到当日那不过巴掌大的小黑泥鳅，短短不到2月时间，竟然能成长到这般地步，简直太神奇了！也不知道那4公愤和晃言见到这一幕会作何感想？会更想灭了他。确实，无所谓，如有必要，我会出手。走吧。好嘞。
师弟，我感觉你这第二魂环3500年都打不住了。师姐，你大胆点，4000年也不是不行。对了，师弟，你刚才那一招有名字吗？龙吸水。切，土死了，一点也不霸气。那你给我起一个。我想想哦，游龙吞血手。游龙吞血太邪，就叫游龙噬魂手吧。善。我怎么还是觉得我的龙吸水好？好你个大头鬼哦！哇，太变态了吧！师弟现在连这种级别的魂兽都可以轻松拿下。吸了这4000年毒血尾蝎，小泥鳅现阶段应该就吃饱了。大变态，我来啦！师姐，不会说话你就少说点。哼，你就是变态，大变态！20级就打爆4000年魂兽。严格意义来说，我应该算23。没差别好吗？别说23级，你看那李红碰30级打1000年魂兽还费劲呢。你拿我和那只舔狗比干啥？哼，那我2个半月前吸收的魂环也才4000年，人家可是圣女。我不跟女人比。瞧不起女人是吧？小心我这一双女拳打爆你的狗头！回头也得研究寻找原石，让青莲武魂也进化一波。师尊，可否帮我找一头5000年的火属性魂兽？我想试试。5000年，师弟你决定好了？好。果然有一个强大的师尊就是好，直接开全图找怪。凡尘，你运气不错。发现一头极品血脉的5000冠年魂兽，很适合你。不过这家伙实力远超同级魂师，就看你能不能打过了。走！靠，又来！我没感知到周围有人。师弟，你是不是被自己刚才不小心滑到哪里了？要是有老师都察觉不到的强大存在，也不至于老跟蚊子一样咬你啊！完全没有动机啊！我很确定，绝对不是意外。不知道是不是错觉。我总感觉暗中好像有一双猥琐的眼睛在窥视着我。走，先随我去追那适合你的稀有魂兽，跑了再找第2只可就难了。猥琐的眼睛，稀薄的血脉浓郁，粘稠了。我没看错，他的血脉真的在进化。怎么做到的？他一个凡人怎会逆天到这般地步？这个男人绝对不能放过。今天你不用死，你得死！师弟，这是5000年的玉燕龙狮和2000年的雪域槟榔，小心！无妨。魂技，焚焰甲。你也滚！游龙噬魂！元素化，免疫物理伤害。师弟，这是他血脉中的天赋魂技焰化，可以维持半刻钟。收到。这就怕了，可还没用力呢。游龙噬魂，就是现在！算你不走运遇上了我。哇哇哇！师弟，你这也太凶猛了吧！连5000年的玉燕龙狮都被你搞定了。我突然意识到，凡是不能秒杀我的敌人，终究要被我活活耗死。明月，凡尘这一招堂皇大气，哪有邪魂师那样的阴霾邪祟之感？人家就开个玩笑还不行吗？您太维护偏袒这个臭家伙啦！哎，师哥要做什么？给。
你这是魂兽认主。魂兽认主？嗯，你要认我当主人？也行，不过得我附加完魂环再说。怎么了，师尊？看那里，不会是魂骨吧？不会吧！既然真的是魂骨，5000年的魂兽怎么可能爆出魂骨？有可能，只是概率很低，千里挑一的概率啊！就这么被咱们碰上了？不是被咱们碰到，全都是你师弟自己的运气。是啊，跟我能有什么关系？师尊，你以前猎杀魂兽都爆出过什么魂骨？除了10万年以上的魂兽，为师斩杀过的所有万年魂兽中，就从未有一只爆出过魂骨。师尊，师弟连运气都这么逆天，简直太完美了。是啊。师弟，师尊，师弟这是怎么了？23级魂师吸纳5000年魂环，这点反应再正常不过了。凡尘，在想什么？刚才那一瞬间，我有种特殊感觉，小泥鳅貌似可以把我附加好的魂环都吞噬消化掉。吸收魂兽魂环也就算了，主人的它也能吞，有趣。等以后再说吧，现在我也是2阶大魂师了。哎，这是什么？托尼红符又爆出魂骨了。那你们咋没把它取出来？本来想取来着，这不看你吐血了，这才没来得及取。这是传说中的外附魂骨。外附魂骨？外附魂骨可与假豹一般附着在体外，从而提升战力。而且有些外附魂骨可以吸收灵气，不断进化，这是普通魂骨永远无法匹敌的。师弟，这外附魂骨可是大陆顶级至宝，你运气真好。这是邀请师哥坐上去。怎么了你们？7头魂兽应该没什么好奇怪的吧？魂兽天生桀骜不驯，没有人可以做到奴役他们，抓过来当坐骑，想都不要想。哈哈，原来如此。你这家伙确定以后一直跟着我？行，那给你取个好听霸气的名字吧。就叫二狗吧。我就知道，师弟呀，这么酷的槟榔，咱叫二狗多丢面啊！师姐，你这就不懂了，名字越接地气就好养活。你个蠢东西！要是以后灵智全开，发现自己叫二狗，看你会不会羞耻的满地打滚儿。不太对劲。怎么了，师傅？这雪域槟榔本该生存在遥远的极北冰原，绝对不可能会在这里出现。是啊，这是怎么回事？直接问他不就好了？二狗，你是本地狼吗？极北冰原迁徙过来的。他一个1000年魂兽，跨越那么远的距离，跑到不适宜自己的生存的环境来做什么？那只能是有什么原因逼得他不得不逃离。难道是极北冰原出问题了？师傅，你们神殿没收到这方面消息吗？冰原气候恶劣，除了冰系魂者，几乎无人踏足，自然没有情报。下次我派人去那边探查看看。凡尘，你的魂技强度远胜同级，但每个魂技在战斗中只能使用一次，若是使用完了，你该如何？跑。师弟，你是打算以后只要与人战斗就放大招，不开大招就不会打架了是吗？你空有一身的力气作为宝藏，却少了体术这把钥匙去将它开发出来。所以接下来的时间，我会亲自教你基础体术。想要去乾隆城学习秘技，也需要有体术基础才行。是，师傅。按照师傅的说法，倘若体术修炼到极致，岂不是一招一式尽皆是秘技，平 A 级大招？师弟，好好做动作，要是做的不到位，
师尊不是开玩笑，他是真抽哦。凡尘，坚持住，现在正是修行时，如此极限状态才是最容易领悟六合的时机。丁，宿主毅力惊人，自行领悟5到6合，激发隐藏特殊奖励，毅力通天。领取奖励，宿主领取奖励成功，破望天瞳，照穿迷雾，勘破虚妄，可随宿主魂力提升不断进阶，大成可上动九霄，下彻幽冥。莹月，还记得你当初领悟六合用了多久吗？打死我也忘不了，3个月。凡尘悟性的确惊人，如今已经领悟六合，体术入门了。师尊，这又是什么情况？如此情况，为师也没见过。呀，师姐，你大呼小叫什么呢？怪吓人的。谁吓人？是你吓人好吧？师哥，你眉心这个到底是什么啊？怎么这么像有一只眼睛？没听说过修炼六合可以练出第3只眼的，我想摸摸看。可以的，师傅，你看吧。怎么会？师尊，发生什么事了？莹月，你知道凡尘神魂之力比先前壮大了多少吗？修炼六合主要是针对体术，对精神力的提升几乎等于没有吧？这才是问题所在。凡尘的精神力比先前增长了整整9倍，已经可以媲美5阶魂王了。师弟，你有什么感觉吗？感觉挺好。是问你对这眉心的银色纹路有什么感觉？它有什么作用吗？我不知道。凡尘不用担心，我觉得你这应该是伏非货。这特征我总觉得有些眼熟，下次回神殿我去藏书课查阅一番。谢师尊。二狗，去打2只能吃的回来，咱们这个家不养闲宠。师弟，可以开动了。你和师傅先吃。二狗，你打猎迅捷高效，是想跟我证明你有用、有价值，留在我身边，对吗？狗东西，心眼还挺多。没想到你这家伙到了大魂师了，突破速度还能这样猛。我苦修2年才提升到47级，你不到2个月就修炼到30级了。这里面也有服用朱果的功劳。师尊呢？师傅回神殿请功拿东西了。师弟，你这狼确定还正常吧？别问我，我也不知道。每次打坐修炼的时候，这货就凑过来模仿我，修为竟然蹭蹭的往上涨。看这个魂力气息，现在只怕可以媲美3000年的魂兽了。我再不努力修行，不会连师弟身边的狗都不如了吧？不过为什么师哥吐纳的灵气杂质可以加速魂兽修行？二狗啊，学我打坐行，要是敢模仿人2条腿走路，我把你狗腿打断。凡尘，距离你和那郡主约定的3城斗阵赛时间还有7天，凭你现在的实力，明日就可以正式出山了。好，憋在这丛林2月，天天与狼共舞，这回终于可以出山了。凡尘，明日你就要踏入真正的魂师世界，这里面的2件宝物你一定用得上。若是你出山后遇到无法解决的危险时，拿出这雕塑便可。至于这面具，是我从一处神之遗迹获得的宝物，共有3大妙用。什么妙用？其一，戴上后可以遮掩全身气息，堪称潜伏利器。其二，戴上后你若是想，可以易容成任何见过之人的模样。这看似诡异的银面，功效竟如此厉害。师尊变得和我一模一样了。若是不看身材着装，根本无从分辨真假。这面具简直就是潜伏暗杀的神器，就是不知道激发天瞳能不能看穿。师尊，您干嘛突然打我？这银面有一个副作用，就是戴上它以后，你的心情可能会变得暴躁易怒，可能会变得胆小如鼠。连您这等强者的情绪也可以影响？不过摘下来一段时间就好了，所以尽量不要长期佩戴。您刚才好像说它有3个功能，还有一个是什么？看，
它还是一枚储物戒指，坚不可摧，可以将你的物品收入其中。这么牛，这玩意儿不会是一件神器吧？功能未免太全面了一些。滴血认主后就是你的了。这宝物对您用处肯定也很大吧？收着吧，为师可不希望我的徒弟刚出山就被人打死。他有名字吗？幻虚戒，我取的。那小山是什么？哦，没什么，怕你出山日子过得太穷，就随手给你准备了300万参龙币，不算多，就当个零花钱吧。这还叫没什么？您怕不是对零花钱有什么误解？这300万苍龙币可是相当于前世6000万了。还有一件事，你可知我为何从不让你去为第2武魂青莲附加魂环？吸收高年份魂环，必须要有强大的魂力和体魄作为支撑才行。现在给第1魔魂附加魂环，已经足够我向更高等级突破。等我修炼到9阶，再给青莲母魂附加魂环，到时候个个都可以附加高年份的了。你很聪明，自己就悟透了这一点。双生武魂的修行者最大的优势就在于此处。今晚休整一番，明日你便前往前5城吧。是，师尊。